来两个，一个叫 stack， 叫堆叠，不是那个牛排的 stack， 是这个堆叠。好，那跟他比的 PK 的人是这个 Q， 就是柱列，像你平日在做排队的行为是一样的。好，那这两个有什么好相比的呢？因为他们在进出队伍的方式是不一样的，所以你可以帮我看一眼，这里有一个专有的简称叫 last in first out，LIFO。那这个 Q 呢，它叫 first in first out，差别在哪里？是不是 in 跟 out 的顺序是不一样的？哦，好，什么意思哦？来，我们来看哈、哦。假设这里有一堆资料要存在堆叠里面，我会偷偷的这样子画。好，这是什么？这很像洋芋片的罐子吗？还是什么样的生活中的情境吗？也就是你要放东西进去跟拿东西出来，都只能靠着上面这个出口、出入口。出入口是同一个哦，所以像你在拿洋芋片，你在拿出跟放回去都只能在这里。还是电梯吗？你电梯的出入口是同一个哦，所以呢，你的资料如果会先放进去就被压在下面。例如说，我现在再放一个7进来，那下面的资料就被压住，你不能说哦，我可不可以从14抽出来？没有这种事哦，你必须在洞口的最上方放进跟拿出。所以你会发现，刚刚讲的 less in first out 指的是什么？最慢放进去的，像这个7，它会最优先的被取出，哦，叫 less in first out。好，放进去跟拿出来有专业的名词、动词叫 push， 就是放进去；拿出来叫 pop， 弹出来。我的练习题也会用 push 跟 pop 来形容放进去跟拿出来哦。好，那 top 是什么？也就是我刚刚说的出入口的顶端，你要从 top 这个位置放进跟拿出，而这个 top 会移动指标。为什么？我如果没有记录好 top 在哪，对于程式而言，它没有这个视觉化的内容，它要怎么知道我现在资料是放在6的哪里？我怎么知道最后一个资料是6？OK，所以这个 top 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哦。好，那我们可以稍微立刻比一下 Q 呢？Q 刚刚说是 first in first out，你想成这就是你平常在排队，例如说你要去买东西，那你要大排长龙的时候，那个柜台在这边就是 front， 这叫整个队伍的前端哦，出口就是 front， 你只能从这边出去。相反的，你要进队伍，你只能从尾端叫 rear 这样进来哦，所以它进跟出是什么？分开的出入口，这个叫先进先出，可以吗？像35很早就来排队，他就可以先出去。OK，好，那放进去跟拿出来，我们可以说是 in Q 跟 DQ。当然，我也可以用刚刚的 push 跟 pop 是可以的哈，但是也可以这样通用哦。OK，好，所以比一下 stack 为什么 less in first out 后进先出，Q 为什么 first in first out 先进先出？你就是把这个它的结构、它的样子画出来，其实立刻就可以感受了。OK，好，那回到刚刚的堆叠，它会用在哪？其实堆叠非常常用在那个我们资讯科学的很多的动作哦，例如什么？只要你必须记住前一步的状态，你就必须要用堆叠去记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常常要后悔嘛，就是要回到前一步嘛，跟你的人生一样，常常想后悔，回到昨天重来。好，这时候你就想要 Ctrl Z， 对不对？Ctrl Z，Ctrl Z，Ctrl Z， 好，或者是浏览器前页、前页、前页，对不对？好，那这样子的动作一律都会用 stack 去存、去保存，好让你知道你现在的，像这里，你的前一页是第6，你的前一页是第3，再往前一页是14，哦，而不能乱跳，说我帮我直接跳到这个8这里不行，OK？好，所以呢，你在生活中应用应该也很多，例如自助餐的餐盘啊、洋芋片啊、电梯出入口啊，哦，或是像有时候你们解程式的问题，他会说你会帮我把字串反转，这时候你要怎么反转？A B C
输入，你告诉我 CBA 出来，这时候也可以把它放进堆叠，对吧？好，那还有什么呢？等一下我要让你练习，如果有一个空堆叠这种题目，你就画一个空空的一个单一出入口的图，然后你就依序的把6 push 3 push 等等等等。遇到 pop 怎么样？很简单，就是从 top 就是最顶端的地方把3拿走，丢掉就好了。好，那你就依序的做 push 跟 pop 试试看，最后告诉我它的答案是什么？答案叫做一连串的 pop 把堆叠清空，这样就可以找到所有堆叠的内容或是堆叠的结果。好，试试看哦。好，那下面这个你也可以想一下，生活中其实很常用到这个堆叠的样式。好，那比较一下 Q 呢？刚说的排队，你出口跟入口是分开的，所以常常用在哪呢？凡是你只要先来的，先来排队的，最后就可以先离开。这种的一律都是助列，所以很多对不对？像印表机，哇，很多人都一起送列印，那就先来先印嘛。客服啊，就是讯息啊，你那个 LINE 不是可以选择那个最先进来的，就帮你放在最上面嘛？那你就可以先回这个讯息。然后售票系统啊等等。好，那在我们的电脑的应用就是有什么？像你要用 CPU 或是这种珍贵的资源，大家都想抢的。好，那这时候它可以公平的用什么排队的机制、驻列的机制。OK，好，那这之后会讲广度搜寻这之后讲。好，所以这个内容非常的好懂，因为跟你生活中非常的像。那再来一个，如果换成柱列呢？柱列你就画一个长长的队伍就好了。那 push 记得要从尾端放进去，push 8记得从尾端放进去。好，那遇到 pop 要怎么办？从前端拿掉，所以像这个24就会消失。好，自己把它做一遍，然后最后一样告诉我数列的结果。数列结果是什么？一样用 pop 把所有的东西清空，清空的顺序是什么？把它写下来就是答案了。这样可以吗？我们先试试看这两个那个阵列跟堆叠的题目哦，Stack 的特性就是单一出入口，所以或许你可以画一个像是这样子的，那 top 永远只在最顶端的地方，所以6进来，top 当然在这里top 好6 push 进来，3 push 进来，7 push 进来，没有难度。pop 是什么？不要问我说 pop 要 pop 谁呀、为什么挂号里没有写？不可以问这种问题，不可以问这种那个。好，所以7现在只在这个位置，对不对？pop 就是从顶端移除，所以7就会被丢掉了。好，再来14再放进来，top 当然往上指，8再放进来，top 当然会指在最上面这里哦。OK，好，那我问你堆叠结果为何？请你从顶端开始用很多的 pop 把堆叠清空。所以 pop 的动作记得从最上面8、14、3、6，答案就是8、14、3跟6，可以吗？可以哦。好，第二题，请问 stack 在以下哪些情境发挥作用？你要找可以毁棋的，对，上一页的。想要看前一个状态的，全部都是 stack，所以答案是 B。OK，好，立刻比较 Q 呢？Q 的这一题我就画有出口跟入口分开的，所以24放进来，它会放在队伍的最前面哦，然后8放进来，23放进来，好，一样，请注意，pop 这时候要从前端离开，从尾端进去，从前端离开，所以 pop 是把24拿掉，把它丢掉，它就不在队伍里了。再来13跟35依序的 push 进去，所以 Q 会长这样。好，还有一个 pop 别忘了，所以会从前端的8拿掉，
哦，不要从尾巴抓人哦，你要从头端前端把东西丢掉哦。好，请问最后的柱列结果为何？一样用一堆的 pop 把资料拿走，所以就23、13、35这样依序的方式把它 pop 出来，你就可以写答案了。23、13、35，可以吗？好，最后一个简单的自己反思一下哈。我们刚刚讲的阵列链接串列是用什么方式做存取的？是用什么方式串接的，使得它的走访上插入删除上做一些比较哈。好，第三个是 stack 跟 queue， 是 last in first out 还是 first in first out？这是它最灵魂的核心，进跟出的顺序。有没有问题到这边？我们看一下 stack 跟 queue 在这个网页里怎么样让你视觉化那些抽象的概念。好，那 stack 说穿了就是先进后出，你想像是电梯好了，或是洋芋片的罐子，把东西放进去跟拿出来都是在同一个出入口，都是在 top 这个位置。那 Q 呢？它是像排队一样，你就是先到的，先进队伍。那先进队伍的就会先离开，所以它有出入口分开的前端跟后端。那我们就会说它是 first in first out， 先进先出。OK， 就像你们去买午餐，是不是 Q 呢？还是听说买午餐就是插队，插队就好了，完全不是 Q。好，所以你知道合理的堆叠跟柱列的样子。那等一下你可以在这个平台里面试试看。那开始操作之前，我想要让你猜猜看，就是如果等一下呢，下面有题目可以做，你自己决定值在 Q 里，在 stack 里长什么样嘛？那你可以先猜最后 pop 之后它的顶端是谁？你随时都可以回来猜猜。所以，例如说，我先从堆叠 push 7，那 push 完当然答案是7啊，这有什么好问的？好，那你就把它 push 看看，这里会有一点动画，你可以自己决定它的数值，就是不停的让这个堆叠的东西长出来。负的可以吗？哦，可以，太好了。好，所以你会看到这个过程，那个 stack 的东西一直长高 ，top 只在这里。那这个我们要做 pop 是一律由最上面移除，所以你可以在这里猜一下pop 之后会变谁呢？显然这个负5拿掉会剩下5吧。好，所以你如果答对，我会跟你讲答对那你如果写错了，你说5被 pop 之后，还是5，乱写，好，那他就会告诉你你是答错了，所以你可以自己检核一下你的观念，这样前后对不对哦？好，那 pick 就是看一下顶端是谁，只看不取出。OK， 好，那右边也是一样，我们对 Q 做值的 in Q， 或是有时候也会讲这边是 push 虽然它更精确是叫 in Q， 就是让值进到这个柱列里。好，那一样你可以自己安排一下你的 Q 想长什么样子。那注意一下它的前端跟后端是7，分别是7跟8。那你要拿掉，就一律从队伍的最前方把值拿掉，可以吗？OK， 好，那你去比一比之后呢，最下面你可以回答我吗？想一下，操作完上面这2个，你觉得 stack 跟 Q 最根本的差异是什么？其实刚刚已经讲很多次了就是那个什么 first in first out 的差别啊等等的 OK， 好，那下面会跟你讲参考答案，你可以更精确的去考量2个的差异在哪里自己看一下。好，那旁边你可以做一些学习的记录，看你现在学的如何 OK。好，那这个是第 A 功能互动操作，接着你可以看看效能，就像我们之前说阵列跟链接串列，它在做一些事情上速度大概是蛮互补的。什么意思？例如我要随机存取，就是我说我要第3格的资料，我要第30格的资料，这种叫随机的，我要第几个就要第几个。这样的效能在 array 跟 linked list 就会天差地远，还记得吗？
忘记请去看上一集，忘记请自己去回忆好不好？好，那在 stack 跟 queue 的效能，我们一起一样看一下，你会发现其实效能来说几乎没有谁赢谁输，没有谁快谁慢，都是一样的。好，那只有差在哪呢？只有差在就是它的出入口不同。所以或许它在速度快慢不像之前 array 那个单元一样有天差地远的互补性，而这边主要不是效能的问题，是他们的进出的问题。下面这个表可以看得到那就会影响到什么？他们应用的地方会用到哪里去？好吗？好，一样下面有个问题哦 ，stack 和 queue 的操作都是 big O one， 就是几乎不费吹灰之力，就是一个动作就完成。好，那为什么不能搜寻特定值？就是这两个结构要搜寻某一个值，其实是困难的，不能随机存取。好，那你就可以帮我想一想，两样送出。下面会告诉你为什么哦。可以吗？好，那再来第 C 生活的应用，这个其实会比较让你有感觉，为什么需要理解 stack 跟 queue 那你可以想象一下，如果今天你是微软或是 Chrome 的 Google 的工程师，对，你要写浏览器的功能嘛，对不对？你的 Word 你的任何的操作都很需要 Control Z 嘛，对，那你这个功能怎么写出来的？那 Control Z 不是这世界上无缘无故就发生在那的哦，它是那个工程师人类写出来的。好，那你要怎么好好的把 Control Z 可以做好呢？你就必须要让储存这个上一页下一页的功能存在一个 stack 里面，所以它是一直在你生活中存在的，就像空气一样，你一点都不觉得它很重要，但它就是一直存在着。好，所以只要是凡是回复的啊、上一页啊、复原啊，或者你下棋，有人很喜欢下棋嘛，你要记录那个你上一步走了什么，你回棋，你就可以回到上一步一样。好，那你可以回到昨天吗？你可以用 stack 让你后悔回到昨天吗？好，如果可以的话，你未来用 stack 把它做出来。好，那 Q 呢 ？Q 就很简单，只要凡是任何有关排队的事情，它全部都是 Q 的应用。那电脑里面也用到很多，像 CPU 的排程或是一些搜寻的方式，也都是用到 Q 哦。OK， 好，最后一个你来连连看吧。就是如果你觉得你都很有把握了，你可以告诉我 Control Z 是谁？Control Z 是谁？好，那如果错了，我就不会让你拖过去哈。对，所以只要是可以要复原的动作，全部都是 stack 吗？好，硬是拖错会怎么样呢？好，拖对了，它就会过来。好，试试看哦。到这边。